王驍的口音有這個海南腔，跟歷史哥碰在一起又變成台灣腔。沒有，我跟你在一起沒有台灣腔，我從來就跟你在一起沒有台灣腔。他們總是說我這是被你帶跑海南話，你這個真是海南話本身也是閩南語，所以說海南口音的那個普通話，它有一點點像這個台灣普通話。我一般就是3種口音切換，就是我最正經的時候就是普通話。那你現在用纯海南腔跟我們聊天？有的时候聊天就是東北口音，就是这3種，我自己也控制不了。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剛才在講俄羅斯經濟問題，蕭條嗎？現在不蕭條。說蕭條，如果說你是指這個跟西方的連接呢，它確實是斷了。但是你說它的經濟蕭條嘛，反正中國人在這邊帶來很多新的機會，就以前沒有吃到機會的人呢，現在有了新的機會，就是這麼一個情況。因為市場經濟就是無非就是今天你吃，明天我吃，對吧？我今天是在看那個俄羅斯的汽車報告，然後我就看了一個很有趣的，明面上像吉利呀，整個大品牌好像掉了很多，但其實是他們跟在地品牌就是結合，比如說開這個合資公司嘛，或者貼牌公司嘛。然後現在10大車廠裡面，除了第1名是這個俄羅斯的老品牌之外其他的都是中國品牌或者貼牌品牌。然後8個是中國的品牌或者是貼牌品牌，然後只有1個是韓國的貼牌品牌。拉達汽車对，达汽车上面那個老牌的，非常老牌。哇，你這個眼鏡，拉達汽車，你這個眼鏡還能活嗎？拉達汽車就是人家問蘇聯遺產嘛，拉達汽車不就蘇聯遺產嗎？對，拉達汽車主要是我就覺得這個名起的，反正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這個就感覺不太帶勁。神奇寶貝裡面不是有一個耗子叫拉達嗎？那個小拉達，然後進化拉達，我還記得小拉達聲音是對。对，但現在就是去年整個俄羅斯的汽車品牌第1名是拉達汽車，後面9名裡面有8名是中國汽車，有1名是現代汽車的貼牌廠，就是現代汽車跟當地經銷商合作，然後因為當時不是西方制裁，就是要制裁俄羅斯，當時韓國被迫得退出嘛，退出的時候他用一個比較低價的這個金額把他的現代汽車廠給賣了之後，但是當地的經銷商買了之後呢，就從韓國大量進口汽車的零部件，然後來組裝，那這其實就是一樣的意思嘛，等於是我猜測搞不好還有暗股合作的。第11名是 Toyota， 很厲害，靠這個平行輸入第11名。豐田汽車二手特別多，而且我跟你說，俄羅斯人就是能弄到什麼車就開什麼車，路上左舵車也有，右舵車也有，你知道嗎？真的假的？太誇張了吧！日本牌子一半一半，那個右舵車，日本自己是右舵车嘛，然後我們台灣是左舵車嘛，容易進口，他們那個二手車多嘛。尤其是丰田嘛，容易进口到，对，他們從海參崴上來嘛，從海參崴上來，所以你看這個制裁好像對俄羅斯實質上的影響也沒那麼的嚴重，影響肯定是重的，影響肯定是有的。你比如說來這邊你得花現金嘛，但是我的意思是說沒有嚴重到說西方想要的這個效力，他是希望是俄羅斯要崩潰對，他是希望最後給你整死，但是他確實也沒整死，因為他現在從東方獲得的這個商品確實是足夠的，而且很多都不是說在當地合資，而是直接就從中國一車一車往那邊拉，所以現在這個超市裡面滿貨櫃都是不改名的，就中文名在上面的那種。俄羅斯自己的轻工業這麼的弱嗎？他們的食品工業是不強，真的不強，確實是不強。冰淇淋不錯，這個雪糕挺好吃的。冬天我覺得對於我一個海南人來說，你要知道的是，上海的冬天對我來說已經有點太冷。這個貝加爾湖已經大到形成自己的湖相氣候，它這邊應該是有幾十種專屬物種、專有物種，就是植物和動物。最有名的就貝加爾湖海豹，是在這邊有。貝加爾湖海豹是從那個葉尼塞河溯源而上，就是你可以在湖裡宰的海豹。另外一個就是油價，你像俄羅斯本來產油嘛，但是我覺得這個也是受到這個衝突的影響。這邊95號汽油6塊多，所以就是說便宜，但是沒有想象中的那麼便宜，因為畢竟那個中東國家這個油比水便宜，但是這邊還沒有說做到油比水便宜。俄羅斯的開採成本價還是比較高，必須要靠油價在超過60-70塊的時候，它的利潤才好。我們做這個旅行計劃的時候，我覺得是要吃點苦的。你說這又在湖上，又是在那個島上，又是在一個村裡，我就心說你稍微能暖和一點就不錯了。你不是在城市裡啊？我們現在在貝加爾湖上啊。你在湖的島裡啊？我知道最大島嘛，島中央的一個小村莊，那裡都有中國人。對，我就是現在全世界哪兒都有中國人，因為之前人家不是開玩笑嘛，說有一個在一個雨林裡面做特种兵，結果這個人跡罕至，結果突然遇到一個福建老哥賣他泡麵。然後我之前說什麼發視頻的時候，看着有一個人發一個照片，說是一個
特別遙遠、特別荒涼的一個地方，有一個什麼實驗基地。就他說這個實驗基地到底是幹什麼的呢？結果底下就有人回復他，這個實驗基地是幹什麼的？然後人家說你怎麼知道？你是誰？然後他說我在這裡工作。中國人出門玩，你遇到中國人呢，可能你的生活會變好，但是呢，有可能騙你的也是中國人。這個咱有句說句啊，咱是實話實說，騙老鄉的就是對你好的也是中國人啊，這個忽悠你的也是中國人，反正就是中國人就多到這個程度。真的騙老鄉總是老鄉嘛。你看我去上海的時候，有一些這個上海的台商啊找我，然後他就說你小心一點，最會騙台灣人的就是台灣人。他說他悲慘案例太多，這個常住人口肯定是破了1000萬，但是呢，戶籍肯定不是說海南人破了1000萬啊，就這麼說啊。對你這個講的比較精確，就是在籍人口沒大陸人嘛，在籍人口没1000萬嘛，大陸人加上海南人1000萬嘛。哦，那这個有，必須要在海南出生才算在籍吧？還是很多人其實去了也沒把戶籍遷過去？是啊，你落戶就可以了嘛。落戶到海南也算海南人，但是呢，就是說這種像我這種屬於是我爸媽就屬於是1代嘛，我是2代嘛，我這就是生在海南長在海南，但是我還不會講海南話，所以就也能就是我自認為是海南人，但是很多海南人又說你是大陸仔，就是這樣子。王蕭的口音有這個海南腔，然後跟歷史哥碰在一起。又變成台灣腔，然後沒有，我跟你在一起沒有台灣腔，我從來就跟你在一起沒有台灣腔。他們總是說我這是被你帶跑，我這是說有的時候我聊天着急了，我就容易是海南腔。他們總是說，哎，他是被台灣口音帶走，沒有被台灣口音帶走。但是我跟各位說，海南話本身也是閩南語，對，海南話本身是閩南語，所以說海南口音的那個普通話，它有一點點像這個台灣普通話，但是那個我一般就是3種口音切換。就是我最正經的時候就是普通話，那你現在用純海南腔跟我們聊天？有的時候聊天就是東北口音，就是這3種，我自己也控制不了。我包起來連我自己都不知道，對我自己也控制不了。這個我能夠控制講普通話，但是其他的口音呢就沒有那麼好控制。对，剛才那個是海南腔，那跟台灣腔有一點差距，但是確實會比較親切。從純口音的角度來說，溫度過高，我要出去了。溫度過高，降溫了，一定沒有人想到去西伯利亞還要帶這個降溫的這個器材，這樣子。對，我要去降溫了。10分鐘大概。沒想到暖寶寶帶多了，沒有帶那個冰片。因為我們受到泉州、漳州混合，其實我單聽泉州閩南語我也聽不太，就要聽很久。我媽聽得懂。沒有，海南話就是海南話，海南話只是屬於閩南語系，但是你肯定聽不懂的。對，它已經變體比較多了。本來閩語系就是你隔一個地方就是一個口音，海南本地這邊的人也是過一個村子就聽不懂了，自己跟自己都聽不懂。海南自己都聽不懂。對，你過一個村子就聽不懂了。那這難學。那海南話有沒有標準腔呢？就海口腔吧。我不知道。台灣的閩南語是這邊是用高雄腔做標準腔，就是我只要講閩南語的話，一般來說就比較接近台灣的閩南語標準，反而不是用台北腔，這很特別。我不知道他當初制定的時候，因為台北大陸人太多了嗎？被污染是不是？沒有，他們當初的說法，我記得一個說法是因為這個高雄的混合比例最剛好，因為台灣的閩南人分2股嘛，一股是泉州的，一股是漳州的，所以它剛好的比例差不多。所以高雄的閩南話跟這個廈門的閩南話雖然口音上有點差距，但是大體上很類似，因為廈門話也差不多是一半一半混，就是大概45%漳州，55%泉州這樣，大概是這樣。高雄的話就是50%漳州，50%泉州，所以混在一起之後，那口音要介在中間，說這個最剛好。所以就以高雄腔作為標準腔。然後那個其實台灣還有一股閩南人，只是沒有人知道而已，就是潮州人。很多人把潮州人當成那客家人，這是錯的。因為後來我有去研究這件事，因為潮州人其實是閩南人的後代，只是他是已經歸到廣府了嘛。潮州人到了台灣之後呢，因為潮州腔跟閩南語這個台灣的混合過後的閩南語很像，所以就融入。融入之後看客家人留了下來，所以就變成說潮州的客家人依然講客家話，但他們也通閩南語，至少他們在家裡面講客家話，在外面講閩南語。但是潮州的閩南人已經只講，就跟本地的閩南人混在一起了，所以就分不出來。所以他們自己不知道自己是潮州人。OK， 海南這邊但是不要以我說的為準，因為我們都是那種什麼街坊裡面的信息。文昌那邊的人做官比較多，所以說那邊可能是更有這個文化霸權吧。還有這種說法，文昌人，文昌地區是那個做官的跟考試在用的。很多所謂的廣東人，他其實已經是海南本地人了，他只是祖先是廣東人，所以說這樣算是外地人是廣東人。我們就說這外地人就是第1代、第2代這
樣子了，就是海南建省以後嘛。這個就很像台灣當初就是來自這個福建的移民的時候，你很難再說他們是福建人，他們祖籍在福建。就比如說是我好了，我已經是泉州晉江李氏的 N 代了，我是300年了。那你說我是福建人嗎？祖先是福建人吧，但肯定你要說是福建，那你肯定就又有一點這個差距嘛。我回家都是這樣講話的，我也不是說在這個不是奇怪的口音。你這個我回家都是這樣講話。我跟你說，你這個口音讓我覺得很親切。我跟你講，我平常跟王驍相處，他都不用這個口音跟我講話，他只偶爾不小心漏風幾句而已。所以我通常想說啊，就讓他舒服，我都不抓他的。我又不會說海南話，因為我們小的時候沒有語言環境的，學校裡面不講海南話的。有一些海南的朋友更可憐，他是既不會像我這樣講標準普通話，但是他又不會講海南話，他只會講海普。讀書的時候，反正跟同學跟朋友就是都是講海南普通話。你要是講普通話講太標準，就會說你裝逼。老一代東北人呢，其實那個東北話沒有現在那麼重，現在的腔很重。老一代東北人的那個東北腔沒有那麼重。对，所以說可能那個口音稍微是以前很多的播音員都是東北人，都是哈爾滨人。哈爾滨那邊講話的口音沒有那麼重。可是因為他帶大，所以你就可以連接這個口音。但是我其實從來沒有在東北生活過，我就出生之後在東北生活過1年，我媽給我郵回去那個過了1年，但是那個時候很小，那很小都沒有記憶。東北的時候，那個他們都說我每次那個暑假回東北的時候，去那個哈爾滨的時候，就是我姥姥姥爺那個小區的人就會說，哎，小海南回來了。小海南，对吧？所以說我是那個就是身份認知也是有問題的。我在東北的時候呢，就是小海南；我在海南的時候呢，就是大陸仔。我爸爸是湖北人嘛，但是呢，我從來就沒有在湖北生活過。我爺爺奶奶講話我是聽不懂的，因為他是講湖北方言，對我聽不懂的。然後呢，湖北有自己的我爸爸那個地方，因為你知道，对，你要這樣想，明末的時候不是那個張獻忠屠四川嘛，江西填湖廣。哦，你們是又從江西再過去的。我們那邊的那個方言就是我也不知道到底算是什麼話了，因為不存在湖北話嘛，所以那邊的講話我是完全聽不懂。我爸不在身邊的話，我就沒辦法，我就只能對大家笑。我觉得人家跟我說話，我就所以搞不好他們真的是江西过去，因為江西有贛語，贛語是獨立語系，就是它是單獨的一個方言語系。整個南邊的話就是吳語，今天的浙江嘛，江蘇南部上海嘛，就是吳語系統。然後這個其實是中國最多的，就人數最多方言，有7000多萬吧，在本土來說最。然後另外是這個閩語，閩語就分閩北、閩東、閩，像我們就是閩南。再來就粵語，粵語就是廣東跟廣西的一大部分都是粵語。然後這個當然閩南語又影響很大，閩南語包括溫州啊，然後台灣啊，然後到了海南啊，它的然後還有就是這個潮汕嘛，這個都是這個所謂的閩南語的影響地區。所以閩南語它是跨越省界的。然後另外呢，就是這個湖南話，湖南是湘語，它好像有一個獨立的一個湘語的語系。但是湖北一般是講官話，但是如果你是填過去的話，那搞不好是受贛語影響。哎，來了，為什麼它會突然動起來啊？它是瞬間呢，它是瞬間呢，因為屋裡太熱了。哦，你又回屋裡了。哎呀，快，給大家演一下。我一定要截圖。新世紀福音戰士。太好笑了。該說不說啊，東北人在三亞是比較多的哦，海口其實沒有那麼多哦，真的顛覆我印象。因為海南有一個分界線，有一條隧道，然後呢，你過了那兒，人家管那個叫做冷熱交界線。一般你東北人都來海南了，你就一步到位，就直接到那條線南邊了。所以其實海口的東北人沒有那麼多。對，牛嶺隧道，你過了牛嶺隧道之後，然後呢，南邊基本上就四季如夏，都比四季如春。很多東北人就搁那直接就成片買房，他們都是在東北是住一個小區的鄰居，直接去海南就直接都買同一個小區，就這麼整。是因為那時候便宜嗎？房子便宜嗎？相比東北是便宜的，但是現在房價也不便宜。你陵水跟三亞是現在大陸少有的房價還在上漲的城市。三亞這麼夯啊？三亞那個書記一採訪三亞書記，結果他就是說嘛，下一步三亞最大的目標啊，那就是要創建這個全國的重要的這個旅遊城市。我這一聽我就是這肯定是三亞的。採訪本地的那種餐廳，就是說吃那個文昌雞嘛，吃文昌雞，然後你就採訪那個文昌雞的那個老闆，然後那老闆說這個文昌雞這個餐廳你有什麼秘訣啊？然後那老闆就回復就說，我們的秘訣那就是要用最純正的口味，給顧客呈現出這邊最原汁原味的菜。最純正的口音倒有了。三亞現在就是墾丁的感覺啊，墾丁那真的是貴。對，所以我就說，其實東北人並沒有那麼多，但是呢，他東北的口音很有特點，所以大家感覺海南的東北人很多。但是其實海南的東北人並沒有那麼多。可能因為出了一個王驍，最多的其實是湖廣，最多的其實是湖北人。所以你看，我們家就是典型的呀，我爸爸就湖北的呀，我媽媽就東北的呀，然後我是海南人啊。那個海口有很多那個以前
那個什麼，像那個蘇東坡啊，很多人被流放到海南的東坡書院，東北有超過3000萬嗎？超過吧，只是大家都喜歡開玩笑說海南是東北第4省。東北那邊一漲養老金，海南這邊的那個消費就能夠上升。哎，所以很多東北人退休真的就跑到海南去住，太多了。因为東北真的太冷了，我跟你說，很多老人其實就是冬天難過，所以東北人自己都扛不住。人家說什麼？不，這我覺得是扛不住的。就是你到了那種溫度，不存在什麼誰扛凍的這個東西。而且我跟你說，很多人就是說東北，比如說啊，之前那個內地互聯網上面喜歡調侃東北，說什麼營商環境差呀，這那的。但是我跟你說，東北是有它的自然氣候的直接原因的。你比如說你在南方建廠，你就不需要取暖，不需要那些供暖設備，在東北不存在的。你在東北搞製造業，你必須要供暖的。然後第二個就是東北的冬天就是太冷，沒有人說你能夠選擇一個四季如春的地方，然後你就非要待在那個很冷的地方，对吧？東北人也是人，東北人又不是傻，所以這並不是說東北人有什麼問題。東北人的受教育程度是非常高的，所以說很多人喜歡調侃東北，說什麼投資不過山海關，但我覺得他完全沒有去好好的考慮一下東北它自身存在的這些自然問題。確實，就跟俄羅斯一樣啊。俄羅斯這個遠東地區發展不起來，最大的問題就是氣候啊，對，太冷了。你看那個雅庫茨克，那是能活的地方。俄羅斯人也喜歡暖和地方啊。人家之前說問那個朱立倫，人家問他說，哎，蔬菜英文怎麼說？ vegetable。然後對，就是 vegetable。他不是輸給蔡英文嗎？哎，笑死！對，三亞窮逼，對。三亞那個窮，而且那個窮繁體跟簡體寫法不一樣。我很想去重慶啊，重慶很魔幻。夏天我去過一次，我夏天的時候去重慶，然後我走出酒店大概幾百米，然後我的手機熱到關機了。這麼熱嗎？太誇張了吧！40幾度，火爐真厲害，太誇張。那個重慶的話，但是好吃是真好吃。其實去四川、去重慶都是特別想吃東西。對，這一次去成都就要回味一下。重慶是蠻想去的，說實在的，看看下半年吧。上半年排的有點滿。賴清德找了一個打扮成川普的人，在他講話的時候，在坐在台下，他說今天川普也來了，然後就那個人真的還是了一頭金的頭髮，快笑死。我認為美國政府知影台灣的重要性。對台灣非常支持，你有今仔日咯，川普總統嘛來到現場，安尼有支持啊無？安尼美國對咱有支持啊無？咱若川普總統小碰仔小甲吹者啦，那你怎麼過去奧利洪島？也是坐飛機嗎？開車。哦，他現在直接從冰上開過去。理論上來講是可以的，但是這次因為出了一個事故，就是我們剛到伊爾庫茨克的，我們本來是弄了輛藍牌車開過來，我們是從國內弄的車開過來的，結果呢，本來是想開上島的，這個就在前幾天是他們本地人的一輛包車出車禍了，結果他們這邊的那個去世了一個中國人，然後呢，他們這邊就是結果他們就把自駕開車上島給封，明明是他們當地的包車出的問題，然後呢，把我們自駕開車上島給封了，然後所以大家必須要坐那個氣墊船才能上島，那等於就沒辦法把車子弄上島了。但是我跟你說，俄羅斯出車禍那真不叫事兒，我跟你說，那滿大街上面全都是那個屁股這塊懟一下，那塊懟一下的，因為這邊你想想，它都是冰天雪地，首先那個就打滑。道上那些車這麼都打滑。第二個是他們開車猛，那冰天雪地的也不讓道，就是大家都是卯着開。我說你着什麼急呢？你不都說這經濟也沒有那麼繁榮嗎？怎麼這大家那麼着急呢？這節奏這麼快？他們喜歡開快車吧？挺着急的。對，其實俄羅斯的事故死亡率還蠻高的。他們一旦在路上出車禍是沒辦法，很難啊，要等很久。如果你沒有及時的道路救援的話，可能會凍死。然後我們就只能坐氣墊船上來。結果那個氣墊船，我跟你說也是很逗。我們這邊其實聯繫那個民宿嘛，這個民宿非常好，你幫我找一個車過來，然後來氣墊船這邊接我。結果呢，那個氣墊船，我們一上氣墊船，門一關上，本來說氣墊船是一個人1000盧布，就相當於一個人大概這個小100塊人民幣。結果呢，那門一關上，跟我們說問我們去哪兒，我說怎麼還能去哪兒啊？難道讓你送我去莫斯科嗎？不就是過河嗎？我說去奧利洪島啊，就跟我說去奧利洪要25000。我說為什麼要25000？你怎麼這關門這個價格就變了呀？然後呢，他就說那邊還要找車，酒店這邊民宿這邊幫我們聯繫的車是7000盧布。你想想，如果是船是5000盧布，然後也就是說他們打算他們的包車要載我們2萬塊盧布，我就說你別，我們就坐船。然後跟我扭捏了半天，我們已經叫好車了，你就船给我送過去就行，最後有5000盧布。還好你有經驗。可是他們講英文嗎？不講英文，就講俄語，就是你翻譯器。用翻譯器。
用翻譯機吵架就對了。哇塞！但是你就坚持不給呗。俄國人就是这種營商環境不好啊，就是這樣子，很喜歡宰人。景區嘛都這樣。對，我記得我第一次上那個鼓浪嶼的時候，也是被帶去買那個什麼牛奶茶葉。